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通货膨胀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胀。你可能觉得这词太学术，太遥远，跟自己没啥关系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它可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属于通胀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，那这期内容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什么是通货膨胀？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通胀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很简单，通货就是我们流通的货币，膨胀就是数量增加，合起来就是货币的数量增加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货币变多会怎么样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一个社会里东西的数量没变，但钱却变多了，那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追逐那些有限的东西，结果就是东西的价格越来越贵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价上涨。这就是通胀，它就像一把无形的剪刀，悄悄地剪掉你手里的钱的购买力。通货膨胀这把剪刀对下面这4种人来说尤其锋利。第一种，持有大量现金的人。通胀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那些手上拿着很多现金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钱会不断贬值。举个例子，以前一碗牛肉面50块，你手里有100块可以吃2碗。现在因为通胀，牛肉面涨到100块一碗，你手里的100块就只能吃1碗了。你损失的那一碗面，就是你手里的钱贬值的最直接证明。如果通胀率每年是 3%， 那就意味着你手里的钱每年都会自动缩水 3%。 100块钱1年后只剩下97块的价值，10年后它的购买力可能只剩下74块。所以当通胀来袭，持有现金越多，你被伤害的越重。钱就像是一只冰棒，通胀就是太阳，温度越高，你的冰棒融化的越快。当然，现金也有它的好处，比如流动性强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现金能立刻派上用场。当市场出现大跌时，手上有现金的人才有机会以低价买入优质资产。但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的钱只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你手里的现金最终只会越来越不值钱。把控好你手里现金的比例是每个投资者的必修课。第二种，收入固定的人。如果你的收入是固定的，或者增长很慢，那你一样会成为通胀的受害者。假设你每个月收入3万，老板今年给你加薪 5%， 变成31500，你高兴坏了，以为自己变富了。结果去买晚餐，发现麻酱面从40块涨到了50块，涨幅高达 25%。你的工资涨了 5%， 但一碗面涨了 25%。相比之下，你反而更穷了。这还算是好的，至少你的收入有增长。如果你的工资一点没涨，那通胀带来的物价上涨等于变相的给你减薪。你的收入越是固定，没有成长性，受通胀的伤害就越大。第三种，投资固定收益商品的人。这里说的固定收益，指的是那些收益稳定，每年会给你一笔固定回报的投资，比如银行定期存款、债券或者储蓄险。选择这类投资的人通常比较保守，他们不喜欢波动大的股票、基金，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拿点利息。但通胀会伤害固定收益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债券每年给你 2% 的收益，但物价每年上涨 3%， 那实际上你每年是在亏损 1%。 你以为自己在赚钱，其实是在赔钱。当通胀率越来越高时，如果你还把大量资产放在固定收益上，那你的购买力就会一点一滴地被吞噬。这跟第二种情况类似，你的资产收益是固定的，但通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却在不断加速，最终你只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。第四种，退休的老年人。这类人因为没有工作，通常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所以投资风格也更加保守。他们倾向于把钱放在上面提到的固定收益商品上。但问题是，
他们没法像年轻人一样通过工作来增加收入，也缺乏面对市场大跌时抄底的本钱和胆量。所以即使遇到2020年那种全球股市大跌、资产重新分配的好时机，他们也不敢冲进去。他们只能守着旧观念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产被通胀稀释，财富慢慢转移到敢于投资的年轻人手上。可以说，通胀也是一种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财富转移。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赚钱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等待投资反弹。越老越不敢投资，你的财富被转移的速度就会越快。好了，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总结一下，通胀会伤害持有大量现金的人、收入固定的人、只投资固定收益的人以及退休的老年人。讲完了受害者，你可能觉得通胀真是个坏东西，只伤害好人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，有一种人却过得非常滋润。你知道是哪种人吗？答案是欠钱的人。没错，你没听错。在通胀升温的时代，欠钱的人反而能从中受益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假设你跟我借了100万，分30年还，年利率1.5%，每个月你还3452元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但我们把通胀因素加进去，假设通胀率是3%，你每个月还的3452元，到了第2年，它的实际购买力就只剩下3348元了。到了第10年，这笔钱的购买力只剩下2624元。而到了第30年，你还的钱虽然名义上还是3452元，但它的实际价值可能只剩下1427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以前工资很低的时候，借1万块钱可能要工作1个月才能还清。但随着社会发展，工资水平不断提高，同样是1万块的债务，现在你可能1周就能还清了。通胀带来的货币贬值，让你的债务也随之贬值。你的收入在增加，但你所欠的钱的价值却在不断减少。这就叫通胀稀释了你的债务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些欠钱的人通常不是把钱拿去消费，而是拿去购买资产。他们借钱买房子、买股票、买土地、买黄金，这些资产在未来会增值，而他们要还的钱却会因为通胀而贬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资产不断增值，但还款压力却越来越轻。这才是通胀的真相，它让那些有能力举债、懂得用钱生钱的人变得更富，而让那些只懂得存钱的人变得更穷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通胀时代如何逆风翻盘？好了，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，你现在应该对通胀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它不是什么遥远的经济学名词，而是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像个看不见的巨兽，不断侵蚀着我们的财富。但你也不必感到绝望，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，那不如成为那个懂得利用规则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，面对通胀，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，才能从受害者转变为受益者。一、改变你的思维，让钱动起来。首先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改变你的理财思维。如果你还抱着现金为王的观念，觉得把钱存银行放在家里最安全，那你就是把自己放到了通胀的靶心上。因为通胀最伤害的就是那些持有大量现金的人。你的钱就像是放在太阳下的冰块，只会随着时间慢慢融化。那么，怎么让你的钱动起来？答案就是投资。投资的目的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为了让你的钱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。
这是一个基础的，也是最重要的观念转变。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学习理财知识。不要觉得理财很复杂，其实有很多简单的工具。比如，你可以从阅读一些理财入门书籍开始，或是关注一些可靠的理财博主。制定预算和储蓄计划，这听起来很基础，但却是成功的基石。每个月固定存下一笔钱，然后把这笔钱用来投资。记住，这不是你花剩下的钱，而是你发工资后首先要存下来的钱。建立你的防火墙，我们前面说过，现金也有它的好处，就是流动性强。所以，不是说让你把所有钱都拿去投资，而是要保留一笔紧急备用金。这笔钱通常是你3到6个月的生活开支，目的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比如失业、生病等。有了这笔钱，你就可以更安心地把剩下的钱拿去投资了。只有当你的钱不再是死钱，而是不断为你工作，你才能在这场通胀的战役中拥有反击的能力。2. 投资自己，让你的能力持续增值。除了让钱动起来，你还要让自己动起来。我们前面提到，通胀伤害的是那些收入固定或者收入增长缓慢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的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涨幅时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穷。所以，想要成为通胀的受益者，你必须确保你的工作和能力是具有成长性的。选择有前景的行业，如果你目前在一个夕阳产业，或者你的工作很容易被自动化取代，那你就要考虑转行了。选择那些未来有发展潜力，能够让你持续学习和成长的行业。不断学习新技能，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想要不被淘汰，你必须持续学习。无论是编程、数据分析，还是英语、新媒体运营，任何能够提升你价值的技能，都值得你去投入时间和精力。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来源，除了工资，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赚钱。比如，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写博客、拍视频或者开展副业。这些副业收入能够在你的主要收入受影响时，给你提供额外的保障。记住，你的能力就是你最宝贵的资产。当你的能力持续增值，你的收入也会随之增长。这就像是在通胀的跑道上，你开了一辆更快的车，别人还在用脚跑，你当然能跑得更快、更远。3. 敢于承担波动，拥抱成长性资产。我们前面提到，那些只投资固定收益商品的人会被通胀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固定收益的回报率通常很低，很难跑赢通胀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在通胀时代获得回报，就必须敢于承担一定的波动。了解不同资产的特性，股票、基金、ETF 这些资产虽然有波动，但它们具有成长性。长期来看，它们的回报率通常能够超过通胀。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，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你可以把一部分资金投到股票，一部分投到基金，再配置一些黄金或者其他资产。这样，即使某个市场表现不好，你也不会遭受巨大的损失。长期投资对抗波动，投资股票和基金，不是让你每天盯着涨跌，而是选择好的公司或基金，然后长期持有。因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，市场的波动会被拉平，而成长性会成为主导。当然，我不是让你盲目去炒股，而是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去进行投资。你可以先用一小笔钱开始，边学边投。通过实践，你才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投资体系。当你敢于承担波动，并且选择正确的资产，你就是在把你的钱从那些保守的、被通胀侵蚀的资产，转移到那些具有成长性的、能够为你带来财富的资产上。4. 保持终身学习，永远不要停止成长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永远不要停止学习。我们前面提到，通胀伤害的是那些退休的老年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收入，也缺乏对新事物的认知。
但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，退休不等于停止学习。保持对世界的认知，通胀、经济周期、科技发展，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财富的重要因素。如果你停止了学习，你就会错过重要的信息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学习新的投资工具，投资的世界也在不断发展，新的投资工具、新的理财方法层出不穷。只有保持学习，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抓住新的机会。心态决定一切，学会接受变化，并且拥抱变化。不要因为一点波动就感到恐慌，也不要因为一点收益就盲目自大。保持谦逊，持续学习，这才是你在通胀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你抱怨而改变，但你可以改变自己。你永远都可以选择，是成为一个被通胀伤害的人，还是成为一个懂得利用通胀，让自己的财富持续增值的人。选择权在你手上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